师你好，我是一位佛法的初学者，然后我现在对那个佛法的那个因果因缘观有点困惑。就比如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温州的动车事故，然后非常的轰动。然后我想请上师开示，如果从佛法的观点来说，那些在这次事故中遇难的人，有可能是他们以前的一些就是一种业力的现前。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故中外部的一些环境？比如说，救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用佛法的观点对这件事情是一个怎么样的正确的认识？然后佛教徒在这个过程，在这个事情中应该扮演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还有我是在香港上学，来自南京，然后南京的陈明居士知道我要来听上师的开示，然后让我带他。你香港的哪个学校是上学？香港大学。对，你们如果自己有一些这个专业啊，就这些的话，那可以说一下，就是我知道一下你们的这个专业也可以。刚才你问的这次温州的发生的事故啊，实际上死了接近40个人。这个事情呢，作为我一个佛教徒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并不是非常的这个惊讶。为什么呢？只不过是我们人类就是偶尔会发生了这样的很多人的死亡。其实我们在动物世界当中呢，包括我们的沙场整天的死不了40几个，有多少的这个众生呢，每天的是被宰杀。当然温州的事件也好，还有我们其他芦苇的事件呢，这些都是对当前来讲呢，人们都是特别关注的，而且也有很多的对事件以后的抢救的一些方式方面呢，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呢，作为佛教徒，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扮演完全是一种利他的行为。如果我们有能力呢，应该伸出援手啊。如果这方面没有能力呢，至少也是我们各个佛教团体呢，以人类为主的，其他事件当中所发生的付出他们生命的这些众生呢，以祈求三宝的方式来给他们回向。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们有包括亡者也好，对病人也好，然后呢失去亲人的这些后人也好，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利益。所以我们佛教徒呢在每次遇到一些灾难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有一种共同的帮助社会的意念呢。这几年以来呢，我觉得佛教徒不管是寺院也好，佛教团体呢，这方面跟社会的护理方面呢，各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好。以后也是在我们人类呢，肯定不断的会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的这种现象。那么这些呢，刚才你讲了，就可能会不会前世的一些因缘呢？就像我们琉璃王国王的故事一样的，肯定有前世他们共同塑造的业呢有关系的。这个是用通过因果的这种佛经来推理的话呢，绝对也是会有共同的业感有关系的。谢谢。今天非常荣幸的听到法师的开示。我很巧，我也是香港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我原来在大陆是儿科医生。那么这些年呢，我们看到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种残疾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像自闭症、脑瘫，像这些孩子现在越来越多。那么我这几年呢，一直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我想能够回到大陆以后呢，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开展更多的工作。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特别多的家长，他们心理的压力非常大，面对着这样一个残疾的孩子的话，
他们很多家长都会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是自己以前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报应。那么我想应该通过我们像我们佛法这样的，我是一个佛弟子，应该从哪个方面来说能够跟他们能够减轻他们这方面的一种顾虑和疑问呢？谢谢法师。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他家里有了这样一个残疾的孩子，他就老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是特别是爷爷奶奶就觉得自己是这个家里面好像是做了什么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我想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启发他，或者说是能解释一下？其实关于这个自闭症的这个病情的这个引发怎么样面对的一些道理呢？前一段时间我在博学院的时候专门就讲过一堂课，就是怎么样面对自闭症和忧郁症的从中呢我就引用了一些佛教和这个现代这个医学的一些道理，就是可能有方便的话呢，就是到时候通过网络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可以给你这个就是了解，就是可以。但是最根本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就是自闭症越来越多的原因呢，可能这个城市里面的家庭的这个很多父母对这个孩子的关心不足，就这个是个很大的一种原因。也许可能他们前世做的一些事情呢就是不如法的，就是今生当中就是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呢就是留下了一些，包括我们现在有些里面这个父母就是特别爱杀生的呢，就是对他的子孙后代的这个六根不全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有一些这个说法但是最根本的话呢可能父母就是在这个从他的整个生活当中呢关心的不足道，很多父母呢就是现在把这个孩子呢放在这个学校，就是从来都是没有对他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教育。在这样的时候，孩子呢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自己这个生活呢就是没有这种安全感，然后呢就有时候经常就是去一些网吧，就沉浸在这样的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就特别这个迷茫，最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孩子自己呢找不到真实的这个感觉，所以可能对这个父母他自身的对孩子的这个管教对自己的这个孩子的关心呢，就是也有一定的这种责任。当然也不排除就是可能是他的这个行为或者是孩子他自己的这种自身的个别的一些这个前世的业障呢，就是也有直接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呢你们做这样的这个工作呢，作为我个人来讲还是非常随谢。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大多数的人呢学校里面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是自己想找工作，自己想发财，还有很多人就是有些企业家和有些有能力的人呢，把自己的这些资源呢就是全部霸占，就是对整个关心社会的人呢，就是其实是应该说是不算很多的了。以后不管是香港也好，就是这个大陆各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爱心人士呢，就是应该这个越来越要涌现出来，否则的话呢，可能我们就是人越来越多，生活压力就是越来越重，最后我们身边的这个老人一些这个残疾人员就是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整个这个社会呢就是可能变成了一种瘫痪状态。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关心这个社会，尤其是对自己的身边的人和动物，就这一点就非常这个重要。索兰尼上师，现今世上信基督宗教的远比信佛法多，国内信基督教的也比佛教增长快得多，尤其是大学等知识分子中。请问是否因为佛教的因果比较严厉，三恶道比较可怕，而令他人宁愿选其他的宗教？
我觉得，这个不是三因果，是不是佛教的三因果？应该所有众生呢，自己造了恶业，甘受这个恶果不管是什么样，就是如果你种下毒药的话呢，产生毒的这个果树就这个是必然的一种规律。这个因果规律呢，不能是我们这个佛教独有的，只不过是真正是人是这样的这个三因果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佛教是为主的，而基督教呢，这是有一定的原因。一个是西方的这个很多国家包括这个西方以美国为主的很多的包括这个总统为主的这些呢，就是信这个基督教，因此它的这个力量呢，就是在整个这个全世界来讲呢，就是普遍开来。再说呢，基督徒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责任感。他们每一个呢，我去过内地的很多大学，我们佛教的这个居士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好多佛教徒呢，他们都自己修自己，有些是念阿弥陀佛，有些修禅宗，有些修大圆满，从来都是不关心佛教的这个发展，就是很多人都这样的。而基督教的这些学生和老师呢，他们在各个这个学校里面呢，就每天都是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尤其是我们汉地的话呢，就是心是空的，就是没有宗教的信仰。但是很多人是需要生存的时候需要信仰，这个时候找不到其他的信仰，大多数人呢，开始这个信仰这个基督教了。所以我们这个并不是为了霸占，也并不是为了抢这个人，我们不需要的。但是我们为了种下善根和弘扬那么好的这个宗教的话呢，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呢，不管是在大学里面，在知识分子当中，在这个任何的一些群体当中呢，我们还是该弘扬的，该这个宣传的，该这个修行的有些教法呢，在这个社会群体当中应该是需要的在这个汉地就是有一个这个报告当中呢，说基督教的话呢再过这个50年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汉地城市的有些说是80%，有些说是70%这些都是他们想办法都是变成这个基督徒有这样的打算。可是我们佛教呢，很多方面修自己的，没有这方面的。因此我想作为佛教徒呢，尤其是在高等大学里面呢，通过各种这个方式来，应该让大家了解这个佛教，因此呢，大家以大乘的这个大悲心和大智慧呢，弘扬这个人间的话呢，对每一个众生来讲是有不可估量的这个今生来世的利益。各位的上师您好，那我们现在呢正在学习您讲座的这个般若摄受。那么我们想请问一下，因为智慧度已经学习完，那么其他的5度呢，那都是在讲这个利益众生，所有都是落在这个利益众生上面。那么有的同修又认为，那么是不是这个就不是在讲般若？所以请上师开示一下实际的般若和利益众生这样之间的一个怎样我们去学习中很好的把它这样关联起来理解得更加的透彻。其实就有关那个很多上师的教言里面讲了，如果你真悟空性的话呢，自然而然会这个利益众生的。真正能利益众生呢，只有真悟空性的时候才能得以实现的。因此呢，我们任何一个高僧大德也是大家都知道，他真的是悟到了真正的佛教的一些空性真悟的时候呢，他不可能独自自己呢这个享用，而把这样的境界呢会传给这个无数的这个人就从这个故事当中呢，也可以体现出来利益众生跟那个真悟空性呢有一种这个相互相成的这个关系。尊敬的上师您好，我是来自深圳。因为在网上看到您来香港做这个开示，所以我们特意带家人全部从昨天过来，今天晚上特意来这儿听您的开示，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激动。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从06年开始在网上就听您的那个法，
然后我不知道通过光碟的那个讲法，我是否能得到您的这个传承呢？我以前说过，就是一般来讲，这个传承啊，是应该分两类。有一种传承呢，我自己就是得到以后要给别人传授。那么这样的这个传授呢，依靠观点而得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个人有信心的话呢，自己就是获得一种这个传承的价值。我想这个呢，应该也是得得到的啊。就是以前我们上次如意宝去美国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第20登州法王呢，已经这个圆寂了，已经圆寂完了。但是我们当时这个就看到一个登州法王的这个观音菩萨的一个观点，然后我们上师是一般来讲就是对因果方面非常严格的严谨的，但是上师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机会亲自这个医治他，但最好呢我们通过这个光盘来就是获得一个观点。那么整个过程呢，我们如理如法的这个结束，就是得完以后呢，就是上师也就是一起这个回向。所以我们在某些程度上呢，其实是现在的这个网络也好，就是现在我们这样的这种虚拟世界的话呢，如果我们真正有信心呢，应该说是可以就是共同这个变成一个社区啊，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不可能是今天那样，就是每天都是面对面的这种这个机会。我们昨天那个这个中文大学里面有一个英国人，就是他就讲到这个虚拟世界的这个作用，就是他说如果有机会是最好是面对面。我也从这次这个学术研究呢，从英国飞到这里的，就是我有这个机会是最好的。但是没有的话呢，全世界的人们的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呢，就是大家在这个虚空当中营造一个共同的这个世界。有些人呢干坏事，有些人呢做善事，每个人都是到自己的目标，就是他是这样讲的。所以我相信这个英国人说的也是特别好，就是我们佛教徒的话呢，如果有机会，就是大家都是集聚在法师面前；如果没有集聚的话呢，如果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的话呢，我们应该利用这个现在的一些网络啊，利用现在的一些科技啊，然后我们就尽量的就是不造恶业，就是造这个善业。这也是一种这个相当于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传法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人天的不同众生呢都有这个界数一样的。我们依靠三宝的加持呢，就任何一个地方的一种信息呢，大家都可以共同这个界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三宝的这个价值，从自身的这种价值方面来讲呢，应该可以这个获得一定的传承。非常感谢上师。因为在家人来，他们没有皈依，现场皈依，我想能不能求一个皈依名？这个皈依的话呢，也可以。如果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皈依过了，皈依过的就是你们就不要像就是又重新皈依啊，害怕变成其他上师的皈依啊，不用这么担心。就是因为我是从来的是劝大家皈依三宝，就是我不用皈依自己啊，就是这个不用的。但是呢，皈依三宝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拜的一些这个佛像啊，同时呢，我也给大家念那个3遍皈依戒，就是你们自己也像从今天开始，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而且以前如果你皈依的是只是自己的一种解脱的话呢，那么今天开始为了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而这个皈依三宝呢，可能不是可能啊，就是肯定会对自相续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功德增上的这个利益。所以呢，我念3遍那个皈依戒，你们像这个皈依大乘三宝的话呢，就是你们可以自己观想就可以。Jumadan de Dejan Shabada Jumbayan Tabarzo Sandiam Parjara Shakyata Bala Shavan Salom Chodor Kyazunche Jumadan de Dejan Shabada Jumbayan Tabarzo Sandiaran Sudur Janla Shavan Salom Chodor Kyazunche Jumadan de Dejan Shabada Jumbayan Tabarzo Sandia Chudok Yamzovana Shavan Salom Chodor Kyazunche Lama Lar Kyazunche Sandia Lar Kyazunche Chular Kyazunche Genan Lar Kyazunche Lama Lar Kyazunche Sandia Lar Chular Kyazunche Genan Lar Kyazunche Lama Lar Kyazunche Sandia Lar Kyazunche Chular Kyazunche Genan Lar Kyazunche Esche Kenji Tuke Tabar Monam Chense Nibet Lame Ji Dimje Jenja Denja Kunur Da Song Yora Jo Kandar Kiwe Kiwa Tam Chetam Turi Yondo Danda Tabar Kema Da Chudam Chatir Zeren Rola Rawa Yobar
대형 라마단 밤이 시장 연동 참모 출업쇼버를 주도내는 양보도 centro 집이 연속으로 주바다 비추럽도 전전도 돌아 경을 럽전전도 쇼리메 바에 담직 상지상계 도버쇼 이마원검서 상계 나한테도 예스죠 특지점 연도 생활도 좀 돕는 상계상서 호면거리고 들증검들 후도메 바에 되어장지 샤베적금도 너전도는 참고처럼 지어장지 얼마 줘봐라 대를 지니 남대저거서 될거다 걸문다 바에 저주 상지 상선단지 가면 저버 신제 라드즈르다 반자자야 아와 몰다나 예수啊还有16分钟啊。谢谢郑师。有没有学生？林丽上师，我是刚刚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毕业，现在做记者。我每天就是会看普贤上师教研的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看到无常，觉得啊真是这个样子，觉得很震撼。然后第二次看的时候，觉得也还是震撼。然后看的越来越多，就有的时候我在反观自己的内心，是不是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无常，非常害怕无常。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走程序的，有一点造作的感觉。就像我现在每天的工作也会，我的一些同事也会每天看到不一样的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时间长了他们都会就是变得麻木。想请上师开示，是因为弟子的善根不足的原因，或者习气烦恼沉重的原因，会产生一点这样的麻木，还是无常一定要有一个修法？还有一个就是我前段时间去温州去参见圆成上师，上师说了一句话说，无常就是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为什么要去修呢？这个也想请您开示一下，感恩上师。我想，其实虽然是它是一个客观规律，因为是它客观规律呢，我们众生就是很多都不懂，就整天把它执着为是实有的。如果没有修无常的话，我觉得不管出家人在家人，真的修行很不好的，这是我有特别深深的感受啊。那天我们的这个弘法中心听说是要讲无常的话呢，其实我这个无常的话呢，在各个地方都是已经讲过很多次。后来我还是很欢喜，就我想就讲一点无常，对我来讲还是很有必要的。哪怕是一个人让升起就是无常的感觉，从此之后对修行法有一点就是意义的话呢，我来到这里也是有意义的。就我是这样想的。因此呢，我也非常这个希望呢。其实观修无常法就是我们大圆满这个前行里面也有观修无常法，还有那个心行修习的三住引导文里面也有观修无常法，其他的很多的藏地汉地的高僧大德，他们呢也经常就是观修无常法的修法是应该相当多的。因此我想如果没有升起无常法呢，以前无住菩萨也是说过，就是对这个修行呢就是会变成有一种这个怠慢，就是懈怠我们不修无常法的话呢，始终都觉得是明日复明日就慢慢以后再修吧，没有事，以后再修吧，有这样的感觉。因此呢作为你这个从事新闻工作者的话呢，自己也是随时的可能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这种无常的这个事件。我经常看那个新闻，我看新闻的目的呢不是什么就是我要就是办这个国家的这个事但是每次一看新闻的时候，就心里面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世界各地的这个特别恐怖的这个无常的这个事。所以说呢对我们，我记得《法华如意宝》的以前一个无常歌这个无常歌里面的最后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让这个有智慧的话，那就是世界当中的万事万物的这个法呢，全部都是无常的法本就是包括别人对自己的这种
种修行会有利益的意思啊。就是如果我们有无常观的话，我刚才讲的，你坐车也好，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对你来讲是有一种修行的这个动力，就是因此还要这个我的观点的话，那就是虽然是它是这个一种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呢，就是很多人都要必须动到，要动到的话，川西不川西呢，我们凡夫人就是很多理论上的东西呢放在手上，就是当到死的时候呢，就是才后悔，就是那个时候后悔莫及的。上经了，我有一个问题哈，对不信佛的亲友忽然之间得了癌症，如何以佛教来利益我们的亲友？你在哪？啊？你说什么？我说，如果对于不信佛的亲友忽然之间得了癌症，那如何以佛教来帮助这个亲友？看他那个能不能接受，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些观念。如果能接受的话呢，跟他最好念一些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因为他马上要离开，的话呢，别的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作为佛教徒呢，给他就是在他的耳边就是传授一些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让他能不能就是赐诵一些咒语，就是以佛教去介绍一点。除此之外，可能也就别的可能办法都没有。如果他实在不能接受，也不愿意信仰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就是默默的给他就是回向就是甚至在他的耳边呢，就是也传一些佛号，就是也起到就是一定的作用。我是香港大学学习教育心理学的学生。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以后希望能够利益就是很多的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那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学习您所教的佛法。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需要学习什么呢？谢谢。我觉得，你那个想利益众生的话呢，一个是可能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些理论和观念，包括慈悲观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就是这方面的道理，就是小朋友哪怕是小的时候呢，就是跟他有一种不反对佛教的这个理念，然后种下来的话呢，这是一个贡献。同时呢，就是现在因为这个不管是这个汉地的任何地方的一个这个习惯吧，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呢，很多人都不重视，所以像那个《弟子规》还有这个千字文诸如此类的传统文化的这些书籍呢，给他们就是传授，这样呢，就是应该我觉得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有一定的这个利益。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孩子呢，他对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这个就是感恩之心，没有感恩之心的。因此从小的时候要培养这个感恩所有的人。现在很多人即使有恩德的这个人的话呢，他不会感恩就不会连哪怕是说一声谢谢都不会说，就是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的这个问题。同时呢，跟他们要最关键的要这个培养这个善心就是心善的话呢，一切都是就是善的。如果心不善的话呢，即使作为我的话，今天在这里夸夸其谈，但是如果我心里面没有一个善法的话呢，这是表面上的一种虚伪的一种表演而已，就是特别就是不合理。所以说呢，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很多年轻朋友呢，从小的时候就是对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教育的这个环境和教育的一些因缘。你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念会计的，已经毕业了，现在在四大会计事务工作。我是佛教徒，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听到你说基督教他们对自己宗教很负责任，然后他们的势力也很大。
我身边的同事、老板很多都是基督教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上师，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佛教徒连起来，把那么殊胜的佛教智慧弘扬出去呢？请你开始一下，谢谢。其实我经常这样，你对这个问题呢也是思考过。在这个汉地来讲呢，现在很多的这个一些因缘和机会呢，就是应该是很不错的。要真正的弘扬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是我们这个宗教人士宗教人士要团结起来。就刚才我跟那个这个心胸大法师的师爷互相商量，就是以后我们在这个香港呢，就是包括这个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还有呢这个南传佛教，就是各种这个教派，大家呢就是和睦相处的，开一些圆桌会议，不宣传就是自己。也不图自己的这个任何的利益，这是纯粹的，就是为这个佛教，就是不骗的这个佛教。你不说我是藏传佛教，我是北传佛教，我是南传佛教，我们互相就是小范围里面就是蚂蚁内部大战打的话不好，就是所以为整个佛教考虑呢，就是开一些圆桌会议，就是那么就是提倡一些对这个社会的，就是包括这个环保生态还有这个教育卫生这方面的一些社会关心的一些这个事情，同时呢，我们也如来的这个教法这样这个就是何但如来家业，就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这个开会。这是作为一个出家人的一些宗教团体呢，也需要这样。同时，我们也邀请一些知识界和文艺界和还有一些这个学术界的一些人士，就是参与，就是只是可能以后有各方面的因缘聚合的话呢，就是我们也这个有这样的一种发心，就是不知道这能否这个成功。同时，我想我们社会各界，现在社会的整个结构呢，一个是知识界，一个是商业界，一个是这个官员界就这叫做是这个什么这个官商学就官商学。那么社会的这三张构成呢，有些领导呢，就是领导用佛教徒的领导，就是自己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势。现在很多领导的话呢，特别害怕，就是自己害怕下台，害怕自己的这个碗呢，就是钢碗变成这个瓷碗，就是所以碗大烂了，就是没办法吃饭，就是所以特别担心。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的弘扬佛教呢，就是不会你的这个碗越来越这个见识不会大烂的所以这个一些官员界呢，就是天天不要想着自己的这个碗，就是要想到这个佛教。商业界的话呢，也是就是经常就是用自己的这种财务和势力呢，就是参与。还有我们这个实践的一些佛教徒的学术界呢，也大家这个共同就开这样的这个会议。当然是这里面就是官员参与的话呢，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这种这个以个别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呢，就是互相大家共同商量呢，就是以后把这个佛教的这种真正的你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很好的这种智慧呢，就融入这个社会，是对整个全人类乃至所有的众生来讲是无比的这个利益。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呢，就是在有生之年当中，不要这个想的是自我的这种发展。其实自我的发展呢，我觉得是不管是对这个财富也好，智慧也好，就是其实没有很大的意义。应该是从这个站得比较高，就是让看得比较远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佛教呢，就是才有这个安稳的这个生存，也有呢就是广阔的这个弘扬的这个机会。好，最后一个人回答，看谁？礼礼大明上师，我是深圳菩提学会的那个会员，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前几天我们听说阿丘喇嘛融入于法界，然后当时告诉我的师兄就非常的痛哭流涕，我当时就劝他说，我们应该发愿也做如诸佛菩萨一样的高僧大德来利益众生。当我讲完了之后，我发现我嘴巴挺会说的，但是我自己可能还没有这样的发愿。
刚才我就在想，请上师开示，如果我们也想做这样的高僧大德，就传承大上师一样的那个上师来度化众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我们今天我有一些新闻媒体也问到我，说我的这个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我平时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大的痛苦，后来我想起了，我说根本上是法王如意宝这个缘起的话，那对我一生当中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痛苦。其他的我是个失去亲人，失去一些亲人的话呢，在我现在的记忆当中，就是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痛苦。对很多的佛教徒来讲，自己最有恩德的这个上师离开的时候呢，肯定会这个非常的这个痛苦啊。就这是就我觉得是因为从那个佛法的这种恩德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恩德完全的是不能这个相比的。这是每一个修行人呢，就是有这个亲身的这个体会。当然你个人的就是以后就是以这种这个方式来这个弘扬佛法的话呢，其实这个发愿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不能把自己的这种前途就观想的特别的渺小，就是一定要发这个大愿，就是发这种大愿。发大愿的话呢，就是让你更多的这个众生。但是具体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做呢？就是可能跟自己的前世的发愿和今生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缘还有呢就是跟这个众生的这种三缘呢，就是需要许多的这个因缘。因此呢，就是先以自己的这个发愿这个闻思修行，再慢慢就是来这个行持这个善法另外有一位法师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好，上师你好，很惭愧，我来到这里，想问你一个问题，但是呢，又不知道该不该问好。这个我就知道叫什么呢？这个我们佛家讲的光法缘起，缘起的受生法。这个关于佛教跟其他的任何宗教之间的一个关系，我是这样看的。既然是万法缘起，缘起受生法，那就是说我们的信奉是一个理论依据的，是有因缘的。那当我们跟异教徒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因果或者是逻辑的这种方法去跟他们沟通？其实你说的这个通过我们这个佛教的缘起观来这个看待异教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说我们这个佛教呢，对这个其他的宗教不相同的这个地方呢，释迦牟尼佛当时观这个玩法的时候呢，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样的这个道理，这个是传给他的这个弟子就包括这个玛舍拉，还有呢就舍利子和目犍连。所以这是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特别的这种这个圣奥。因此宗喀巴大师专门做了一个缘起站，然后缘起站呢，前一段时间我也给有关的我们的这个汉族佛友就是一起这个讲过一遍，也翻译过一遍，以前翻译的也比较多。但从中我就感觉得到，释迦牟尼佛真的是通过这个缘起观呢，我们的这个佛教呢，应该就是知道是他的这个殊胜性。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所谓的这个缘起观和所谓的无常观呢，有些时候就是也并没有就是完全认识到它的真正的这个含义。所以我们以后呢，要这个真正的对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因为他就是能这个宣说四谛法门，因为他能宣说这个缘起法门。而缘起法门和四谛法门呢，其实我们这个万物的这个真理，这样的这个真理谁能说出来，就是佛陀。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在座的这个佛教徒就是首先是我们自己应该这个学习佛法，
学习佛法呢，一方面就是学习这个大乘的这个像空性观和大悲的，要系统的学习。你今天看1-2本书，有些是1-2本书都不看，而且有些现在实践人自己就是乱写的，有些书啊，就是然后你看一遍就看一点，看完了以后自己觉得是自己已经懂了，就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佛教真的是非常的这种深啊，就是要系统的学习，然后学了以后自己有真正的定解和智慧的时候呢，才有弘扬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佛教徒的这个教育啊，包括我们这个有些居士的话呢，就是真的是要这个系统的学习是特别的重要因此呢，刚才这个法师这个所提出的一样，我们对这个异教徒呢也不排斥，也经常这个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先这个佛教内部团结起来，然后呢就是跟那个基督教啊，跟这个道教啊，跟那个其他的这个宗教呢，我们也可以这个开圆桌会议，就是我们有一种包容的这个心态，只是各自不同这个在生活的区域当中呢，弘扬各自的法，就是这个是我们还是愿意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佛教徒呢，我们要跟他们抢位子啊，就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原则呢，就是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同时呢，就是要发扬自己的这种优越性，就是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宗教徒啊，就是佛教徒啊，互相的这个现在敌对和排斥的这样的这个社会呢，已经结束了已经在19世纪和这个18世纪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但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互利共存，就是互利这个互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佛教自己的大悲心和或者是这个佛教自己的教义，我们佛教徒自己没有动的话呢，就是弘扬佛法是没有办法。说实话，你们这边的有些人呢，好像学习方面还要这个有一些进步的这个空间和余地就是在我看到北京和这个像那个成都啊，像那个广州啊，就是这些里面的有一些知识分子学得相当好就是我都有时候就是跟他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特别感叹，而且他们学的也是非常认真，就是不是1天2天听2堂课说一个观点呢，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大家普遍的这个佛教徒的整体的水平呢要这个提高佛教的这个水平也要提高，然后呢我们自己真正的感受到佛陀的这个大慈大悲和自己的这种智慧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时候呢，我们想弘扬的这种弘扬佛法的勇气呢，就是自然而然会有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方便方法来就是出一些这个更好的这种这个注意然后呢就是对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和平对整个这个人类的这个幸福呢就是会这个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那么现在问答的环节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暂时到此结束。那么我手上呢还有不少居士问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看手上的有一个流程的简介，上面呢有这个学生有没有学生的问题？有一个可以跟这个学生的问题这个学生要感谢我。有一位香港大学的学生，他说我是一名佛弟子，现在就职于香港大学。近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帮助大陆残疾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的相关工作。那么请问我们应该如何应用佛法去更好的帮助这个群体？他说这个大陆的残障儿童大约有817万，是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家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非常需要支援。那我们应该用佛法怎么去做呢？谢谢上师。其实厦门大学是吧？厦门大学呢，也有很多佛教的这个西洋佛教的一些教授，我也认识一些，也有一些佛教我经常学佛法的这样的这个学生就学生，
也很随喜，就是他们的一些对这个社会的关心的这种理念。那么刚才所提出的，在这个现在大陆啊，有很多的这种残疾儿童的这个社会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以后啊，应该有很多的方法来就是去这个帮助。完全能解决他们的这个困难的话呢，也去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呢，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想呢，我们以后通过有一种这个平台，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这个交流就然后呢就是准备就是对这些残疾儿童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压力呢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这个事。所以现在作为一个学生在这个大学里面就是想帮助别人的这种心呢，应该说是这个难得的。那么通过这些学生的精神，我为什么让很多学生们呢？现在我们藏地的这个大学，很多大学里面的学生的这种这个利他的这个心呢，就是很强烈的就是而这个现在汉地的很多大学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心呢，就是也很不错的。不过我担心呢，这些人就是以后到社会上，自己这个成家立业以后的话呢，原来的这种纯洁的利他的这个心呢，慢慢被家庭和被工作压力就淡化，就是这样的人呢也很多的。大学里面刚出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帮助社会怎么样就是这个回归社会可是这个慢慢就是什么谈朋友然后这个成家结婚生孩子完了以后呢，原来的这种利他的心呢，全部都是被这个系在这个家庭的这个群子里面好多都是这样的。我希望很多大学生呢，你在这个学生里面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利他的心呢，就是到了这个社会上的时候，尤其是在你的整个将来我们的这个社会呢，其实这些这个学生的这种未来这些学生的未来就是哪怕是一个人有一定的这种利他性的话呢，对这个社会的是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这个企业家，如果他真正对社会有这种帮助的这种心态的话呢，那帮助多少人就是我们都清楚了。如果一个大的就是他有社会的这种责任感的话呢，就是有帮助多少人。所以呢，我们这个希望以后呢，就是大家这个共同建立一个平台呢，就是帮助这个众生。因为现在就完全有这种方式来制定的话呢，我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虽然我们以前呢，就是建立一些基金会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呢想帮助别人，但是呢，这个能力也是有限的。不过我们大家有了这一颗心的话呢，我想大乘佛教的很多的这种这个真正的这个利他的行为呢，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各个角落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发出就是发射出它的这个光芒对整个人类呢，就是也会带来一个这个温暖和这个快乐。好，谢谢大家。让我们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普拉斯干部。各位咁而家請我哋嘅寂明法師上台為呢次嘅月法嘅圓滿結束之前咧，做一個總結法師先講。尊敬的所大界干部，在座的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家晚上好。首先呢，我代表三德文化中心欢迎所大界干部呢，这一次呢，从百忙中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呢，今天晚上花2个钟头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当时在半个月前，刚干部还没有来前呢，他们拿了2个题目，一个是写立圆融，
一个就今天晚上讲的这个无偿观。后来我讲呢，在香港这个社会呀，我看无偿观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有现实意义，是吧？因为香港是一个美食天堂，是一个购物天堂，我们很多众生啊，都迷失在这一种的物质的社会之中，不知法。所以呢，今天晚上可能大家听了佐达吉堪布的开示呢，大家应该都上了一节很现实的这个社会课，大家应该法喜充满吗？还有呢，使我想不到的是，今天晚上我是非常的激动，因为在香港呢，非常难得能够有这么多信徒呢，能够发心来听法的。因为我曾经也组织过很多讲经法会，来的都是寥寥无几，都上不了100人，所以我都失去了信心啊。所以这一次呢，看到我们堪布呢，这个法缘这么殊胜，还有呢，在最后的这个问答之中呢，来的都是大学的这些年轻的学子，所以我们从中也看到了佛法的希望。刚才在提问的过程中，很多信徒提到，这个佛法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发展好呢？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刚才说的，我们的发心啊大不大？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学我们的这个堪布这一种为法放弃的精神，我想不止10年，不要10年啊，我们的佛教能够真正赶上，那就是靠我们大家的努力了。你们有没有信心啊？在堪布刚刚4点多钟啊，来到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这个隔壁的这个会议室，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1个多钟头转眼过去，我们2位一直在那边呢，就探讨佛教的未来何去何从。可惜的就是我们今天呢，我听到大家在座的这么多学子这么发心，我想香港的佛教其实是个很大的贡献。其实如果大家能够团结起来，不分彼此，不要有我见、山头主义，长者行戒，大家都看在佛陀的这个教义上，大家努力的话，我想呢，佛教后胜于先前，是吧？因为今天呢，明天还有法会，今天堪布呢也这么辛苦了，我就不多说。希望大家呢，把堪布今天晚上所讲的这个记住，这个无常啊，记住的话呢，我想呢，你们就能发大心了，是吗？阿弥陀佛，就这么。恭送堪布，好的，请大家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我们恭送佐达吉堪布。还有今晚的问题呢，如果有些还没能回答的，那么堪布呢会在他的慈悲佛网上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可以看手上的简介，有这个慈悲佛网的网址，也有香港国际菩提协会的一些联络方式。谢谢大家。今日答唔到問題咁多位師兄啊，咁留意啊，特別是冇嗰個網址，咁你如果你冇咗網址嘅話，你去我哋大會嗰度攞翻張單張，咁啊就會希望會盡快喺網上面答你哋嘅問題，唔會漏你哋嘅，放心。繼續拍掌。